大家最近过得好吗？ Q1 已经要结束了，从开年一直冲刺到现在，觉得心好像有点累，而那种累呢，好像不是睡一个觉就会好了，可能会有一种看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眼，或者是微微的提不起劲。那我想要问艾菲老师，通常你在情绪很down的时候，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，你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事情？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，就是很多人也许在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或比较低频的时候，会用大脑、用意志力，刻意的叫自己往开心的地方想，想开心的事情。但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稍微后面一点点的过程。大家前面可以先做的，也许是先放掉大脑的这个控制，你可以试着先转换一下你空间频率上的震动，改善一下你的环境的频率。然后，也许等我们静下心来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开心的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，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。嗨，我是小天，我相信灵性，但只谈落地。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。欢迎来到天外飞仙。什么是环境的震动呢？环境的震动，其实你可以去想象，假如你的身体是一把吉他，然后我们在焦虑的时候，弦是乱掉的，就像我们的音是不准的，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定音鼓，一个定音的工具去协助你把这个弦的音准校正。所以这个环境的震动就是这个定音鼓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方式，又快速的方式，就是在我情绪起伏很大，我希望让情绪回到零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会戴上耳机，然后播音乐播得很大声，隔绝跟外在环境的这种干扰。然后我的音乐可能就会选择像是一些什么静心的音乐啦，或者是一些经文的翻唱，又或者是7.83赫兹的舒曼波的音乐。然后会在那个场域允许的话，我就会点个香啊，或是喷一点精油喷雾，我喜欢的味道。然后刻意的把五感打开，去感受这些东西，让我的状态慢慢平稳下来。哦，那为什么会是7.83赫兹？哦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地球的呼吸。对，就是科学家有去侦测到，就是地球的频率，它其实就是7.83赫兹。哦，对，所以当我想要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期待我跟这个地球它是共振的、共频的，然后所以我会用7.83赫兹的音乐去当我的定音鼓，去让我快速的切换到这个比较放松跟大自然共振的一个模式。然后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魔法，它是一个共振的原理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我们行销在做广告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基本上你听到口播的广告题材，它都会比较轻快，又或者我们可以比喻说，我们可能去吃什么 Fridays 啊，或是他们会放的音乐都会比较节奏比较快，可能会让你赶快吃完，或是大家很欢乐的情境为主，对吧？对，它就让你赶快有一个加速吃饭的动作，然后增加那个转桌的几率、转桌率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如果是去吃比较高级的餐厅，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他们的音乐都会比较偏古典，或者是比较慢、比较优雅、缓缓的。可能也要切菜，需要一点时间，就让你好好的、细细的去品尝那个美食。我觉得其实这个环境音都影响很多，对，所以当你情绪真的也在低落的时候，你又去选择了那种听起来很悲伤、很心碎的歌，其实你就是在加深那个低频的苟活，你就可能会一直往那边去。你这样说好像是就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小失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听梁静茹的，然后就会越听越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可能就会去把 whisky 打开，然后再继续听很难过的音乐。但是如果稍微像我们现在把灵性加入生活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现在会听的
音乐偏向是纯音乐，或是像高级餐厅会放的，觉得自己在家也很高级的感觉。然后有可能我现在在习惯了这个模式之后，其实有时候我出门，我也会开一些空间的音乐，让我的空间听，很像一个仪式感。没错，因为毕竟音乐它是有能量的嘛，所以有意识的去挑选频率好的音乐，然后去营造出好的那个环境是很重要的。就像我不得不说，就是在早期我创业的初期，我的合伙人他就有这个概念，只是我们那时候稍微比较跟金钱是比较有连结的，所以我们会放财神咒，就只给那个环境听，给办公室听吗？对，然后我去加班的时候，我自己去加班，然后就因为我不知道他开了。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跟我说话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然后我的小队友他们有一天也说，为什么那个公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？然后我的合伙人说，没有放了财神咒，这样我们钱才会进。那这样我觉得一开始有他的那个启发点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好像要听一些，可能像我们说的是那种经文或者。就像财神到过年就是要听这种，对。那像我自己在居家办公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现在也会学艾菲老师，可能放一些可能轻音乐，或者是有放梵文能量的音乐在这里。然后我觉得有了。我自己现在真的会觉得放那个梵文吟唱的音乐，其实我自己变得经文跟咒文啊那些，对我自己好像会变得比较平静，然后也比较不会生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毕竟咒它是有能量的嘛，所以它其实也在无形中影响。真的耶。对啊，而且尤其因为像我们人体70%是水，那不同的震动，我不知道大家做过那个化学实验，其实不同的震动都会影响水的结晶，会影响水的结构。所以当你播放不同的频率的音乐的时候，你身体里面的水分都在被重新的排列组合，所以其实频率影响你是很多的，真的是因为这样子。当你走进某一些空间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场域特别的舒服，或者是你走进某一些空间，你会觉得这个场域特别的沉闷，其实就是因为那里的能量跟那里的频率是影响蛮大的。讲到空间净化啊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艾菲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音乐的附加价值，所以他也很快的、积极的帮我们调节、显化出2支超棒的能量音乐。对，就是我们有制作了2支，一支是空间净化的音乐，然后一支是个人的深层静心的音乐，它都有不同的用途。那这2支音乐呢，它不是要你一直坐在那里盯着看，它其实就是可以像我刚才提到，我有时候可能一回家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空间净化的这个音乐去打开，然后启动这个仪式，你就想象它是给你家的空间听的。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？就像你周一到周五工作了5天，你6日会去安排要去踏踏青啊，或者是去看一下海。那你空间要连接我们自己，我的理解会是说，其实它可以运用到地水火风空的这个元素，就是在这个音乐视频里面呢，它会有一个轻音乐对我们比较好的频率上面的连接，然后会再加上元素里面的白噪音，你可以想象它可能是水声或是雨声。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听火柴的声音，燃烧的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，感觉那个有人要送礼物下来。对，你说圣诞老公公吗？我自己对那个声音很喜欢。因为其实那燃烧就是一种净化，即便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在燃烧什么，但是它的这个能量场，它的这个频率就是在震动了。对，然后特别是那个声音，我个人感觉它跟火的元素是很有关的。那也许我们之后再讲，因为火这个元素，就像艾菲老师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说，他会用嗅觉或者是还有燃一些精油啊、香啊、烧啊，那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在后面细再跟大家讲。但是就是回来在这个空间的音乐里面，其实我们会连接这些元素，你就把它想象成你的空间里面
它因为有这个音乐的频率，它也瞬间连接到地球的能量。对，就像是我们都想要去大自然、去森林里面洗森林浴，但是我们也要帮我们的房子去洗澡。除了整理的干干净净之外呢，如果可以用这些用这些净化的音乐，让整个空间的频率更好的话，会更舒服。然后另外一个静心的音乐呢，我就蛮推荐大家，在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想要开启今天一整天之前，或者是晚上回家睡觉前，你在总结你今天一整天的状态的时候，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静心，小小的停留。就是你可能不一定是冥想，你只要播着这个音乐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可能10到15分钟，甚至如果更长，当然也没有问题。就让自己开始回到那个内在，回到自己身上，让大家可以跟自己更贴近的那种静心音乐。我自己啊，就会用这个比较深层的音乐。我有时候搭捷运通勤，那特别是早上那个空间，其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纬度。那我曾经也看到，因为大家都赶时间，所以其实很容易生气，很燥。对，就是它好挤，捷运上不小心碰到你，还就是那个防御心比较重。但是我会用那个深层的音乐，就是启动仪式，我会听那个。然后虽然那个车厢它是比较拥挤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点隔绝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连接。没错没错，就是那个意识会在我自己的身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真的到了一个很杂的环境的时候，真的比较容易被干扰。如果你也可以在那样很嘈杂的环境里面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空间的话，它就会是一个很棒的能量隔绝的状态。我自己是会把那个深层的是这样子运用，对，它好像对我来说是有一个保护罩的感觉。也是一个做法。好哦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频率还有音乐相关的事情，那我们来帮大家总结一下。有3点。第一个就是要先觉察你的背景音乐。那当你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，你稍微要有一点觉察力，去听听看你的环境音乐大概是什么。那如果那个环境都是播比较悲伤的歌曲，那我觉得你可以立刻换一下。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利用物理共振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稍微善用你的净化音乐。那比如说像7.83赫兹，那它就是如我们刚才所说的，都不需要花太多的钱，你只要有一个耳机戴上去，然后手机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去调频。即便你是在一个比较燥的环境，你把它戴上去，你去感受一下你心里面的那个频率震动。本来可能要生气，但是它会平静下来。这时候你就会觉察到那个音乐那个振动率是跟你的心是去连接的。那第3个就是创造自己的能量结界。那这个里面可能会有音乐的振动率，还有可能大多数要用一些嗅觉，可能是香啊、精油。对，就是用可以打开我们五感的这些工具，去让你感受到。对，然后去创造出你的一个能量安全区。秘密基地小堡垒。对，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时间段点，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调到自己身上。没错，就是大家永远要记住，那个主动权永远都是在你的觉察里面。对啊，所以赶快去点击我们下一支空间净化影片去试试看，然后留言可以告诉我们你听完后，或者去练习认真照做一下，会不会让自己的心变得更轻盈，再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玄学的起点是觉察。感恩有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